这次实验要请同学使用74系列的 IC 完成，要设计的是一个序列产生电路。序列总共有16个元素，是从数字0到15。数字的显示方法采用7段显示器的格式，这边有参考的形状。电路中使用的 clock 需要由555 timer IC 产生。序列计数的方向，在遇到边界数字的时候会改变。序列生成的速度，还有序列的边界，会根据同学的学号最后一码决定。这边有一个范例，假设学号是这样，最后一码是5，那么这一个序列生成电路，它在数到7的时候就要折返。也就是说，假设现在序列是从这边往上计数，遇到7的时候会改变方向，改成往下计数，又遇到7，再改变方向往上计数。再来这边产生序列的指定速度是4赫兹，也就是1/4秒变化一次。因为同学是第一次参与到大型电路的制作，所以这边提供一个参考架构图。未来同学必须要有能力自行设计这些架构。时脉产生的电路在这边，这是由555 IC 构成的非稳态振荡电路，电阻值跟电容值在这边。电路中的编号就是 IC 的角位，请同学在连接电路的时候要看清楚。理论上，这样子的振荡电路会在输出端产生16赫兹的方波讯号。振荡电路会使用到电解电容，电解电容会有极性，也就是它的角位有方向。这边有一个实际的对照图，请同学注意到电解电容的外壳有标示的部分就是负极。对照到电路图，请同学在连接电容的时候不要接错，以免发生电容烧毁的情况。7段显示器的接角参考图在这边，它是有方向性的，请先找到小数点的位置，它就是7段显示器的下面。有了这个位置之后，你就可以决定 A、B、C、D 到 G 的角位。这一次会使用到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 这一个小数点 DP 不需要去连接。这次的7段显示器，它是属于共阳极的结构。这边有共阳极的示意图。显示器内所有的 LED 高电位都已经被连接起来。因此，当你要点亮其中某一个 LED 时，必须要给逻辑0才能够点亮。实际使用的时候，因为要保护 LED 不被烧毁，所以每一只接角都要有限流保护电阻。在这边使用的是 1K 欧姆。在这一个范例中，可以看到显示数字1，也就是将 B 跟 C 接角输入逻辑0，其他的接角保持逻辑1，这样子只有 B 跟 C 两个 LED 会被点亮，因此可以排列出数字1的形状。验收的时候，请现场展示你的电路给助教看。再来，实验记录中，请将实验结果录影并上传到 YouTube 之类的影音网站，
然后将连结附上。因为有指定频率，所以你必须要有测量的波形，还有测量的数据。最后必须要附上系统架构图，重点在于你设计的部分，以及最终电路接线图。这张图包含了所有元件的连线情况。如果可以，请试着自问自答，将你的报告内容再做扩充。现在看到的序列产生速度是4赫兹，这边可以透过逻辑分析仪来测量。现在得到的数值大约是 3.8278 赫兹。虽然不是精准的4赫兹，但是已经满足实验验收的标准。现在看到的序列产生电路速度是接近2赫兹，虽然距离精准的 2.0 赫兹有一点差距，但是也已经满足验收的标准。现在看到序列产生器，它的速度是16赫兹。也就是没有使用除频电路，直接去驱动 counter 的结果。那这个速度非常的快，在验收的时候并不好判读它的数字。同学可以自行使用仪器验证这个现象。此外说明一下，这边逻辑分析仪量到的数值可能不会跟理论值16赫兹完全一样，这是没有关系的。因为电阻跟电容天生就有一些误差值。